泰坦音响升级归来，带着他那燃烧灵魂的摇滚，竟然在现场开启了音乐会，这太疯狂了！山顶的战斗依然还在进行，泰坦时钟终于响起了，他还拥有机关枪。重回12集秘密情节，阿尔法登门造访基地3，反泰坦武力威慑。Hey guys，PC 嘛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詹姆斯·蒂洛在他的频道更新了时钟宇宙35集，这集的内容除了延续山顶的战斗外，备受期待的泰坦音响总算升级完成，回到了战场。我想泰坦时钟现在分身乏术，是时候轮到他表演了。请大家跟我重新回顾这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请记，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在上集双泰坦的战斗中，还没进行的泰坦电视追击掣肘科学家而去，泰坦监控则还是与之前一样，在时钟基地招呼泰坦音响一样，谨慎询问了泰坦时钟之后，才打算一同跟随前去。但就因为停留了片刻，看到黑暗爆出，一堆机械厕所出现了，他不得不直接加入战斗，以此来给泰坦时钟分担压力。这些机械厕所的原型参考自无敌少侠，就连本场战斗的情节也十分的相似。机械厕所首先发难，一上来就是3连冲锋，泰坦监控通过牵引枪和拳头规避了前2次的攻击，但第3次机械厕所得逞了，他成功跳到了泰坦监控的脸上，做着要啃食的动作。泰坦监控改变姿势，以此来更容易将机械厕所推开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泰坦监控推开机械厕所时，机械厕所凭空消失了，这应该是细节漏洞。下面几帧镜头明显抬升，如果镜头抬升提前3帧，就不会有这个漏洞了。或者说，如果这里直接使用核心冲击，效果可能更好。另外的机械厕所持续发起攻击，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很快机械厕所便控制住了泰坦监控，抱住了泰坦监控的大腿，直呼大佬求带。泰坦监控身体失去平衡倒下了，机械厕所趁势一拥而上，疯狂肘击泰坦监控。飞行器启动，泰坦监控冲出重围。虽然说机械厕所有着飞行器，依然可以空对空作战，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干扰泰坦时钟，而不是单纯对付泰坦监控。主要是泰坦监控在泰坦时钟和机械厕所之间拦着，他们不得不发起攻击，打倒这个拦路的人。可以看到泰坦监控扒开机械厕所后，这些厕所掉落之后径直攻向泰坦时钟。或许出于某种原因，这些机械厕所的飞行器仿佛一箭同步一般，在脱离地面后没有开启，但在飞行一段距离后突然开启，并且是镜头前的所有机械厕所同时开启，这可能是个细节问题。如果一个一个单独制作特效的话，可能会用掉很多时间。泰坦时钟见状，终于想起了他还有一种攻击手段，那就是手炮。只见他从手腕上伸出了手炮，然后开始变形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手炮，开始对冲过来的机械厕所扫射。该武器的子弹就像是女时钟的左轮枪一样，附带有暂停效果，只不过泰坦时钟的射击数量更多，频率更高，导致这些机械厕所被暂停定住了。不过有一个头顶绿油油的漏网之鱼，这个机械厕所行动十分的迅捷，一首诡异迷踪步伐堪称教科书级别。它之所以头顶有个绿色的东西，是因为先前他在啃食泰坦监控时被脉冲炮给攻击了，可以在它落地后看到一边的头甲没有了，从而露出了里面的东西。这看起来像是种着或仙人掌球，总之不像是个脑子，可能是和谐的原因，绿色比较健康。如果你们知道，可以告诉我。这个机械厕所天骄即将飞来，泰坦监控启用了精神控制飞笔，仅一击直接带走，操作十分的娴熟，雨露均沾，一人一击，随后踩爆了这位机械厕所中的天骄。先前机械厕所在靠近泰坦时钟时，迎面的飞笔飞来前产生了短暂的空白，从面前的泰坦时钟腰下来看，飞笔已经没有了，在空白后突然出现在面前，这里可能有2个原因。一，从机械厕所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飞笔在进入一定距离内是不可见的，并在进入相应距离时会带有短暂的时间空隙凝滞，也就是看起来像是时间空白后又变慢了一样的慢动作。2，可能这是一种视频的视觉效果剪辑手法，给人一种看得爽的感觉，具体是哪种，这很难猜测。泰坦监控依然还在与机械厕所在空中缠斗，抱大腿的机械厕所决心十分的坚定，打死也不放手，牵引枪解决了他。很快一位机械厕所从后方发起攻击，扯掉了右肩的加特林，但还没有结束，小迷弟太多了，又来了2个抱大腿的，在顺手的原则下解决了右脚上的机械厕所，解决了一个又来一个。泰坦监控后备飞行器遭受攻击，随着在机械厕所的啃食之下，飞行器的火焰断断续续，导致动能出现问题，无奈从空中下坠跌落。众机械厕所见状连忙围了上去，再次肘击泰坦监控，场面极其混乱，零件满天飞，甚至还 kiss， 这太疯狂了，谁能救救他？泰坦时钟表示这真好看，同时看向天空。此时有飞行器声音传来，随着一只大脚进入视野，伴随颇具辨识度的泰坦音响叫声，他来了，他终于来了。此刻的他整体黑红配色，有了更结实的防具，无疑变成了黑甲重装战士。他的武器变得跟他腰杆子差不多了，这次总不能刮痧了吧？还有这看起来也
像个飞笔一样的东西，音响上也有，不排除它的音响能分头行动的可能。后脑勺的音响颜色不是红色，或许这2节音响还有其他的妙用。其次是它的核心基本脱离了原作的款式，与泰坦时钟风格差不多了，里面是一颗球，飞行尾焰也变成了深黄色。此外，它的斧头没有阉割，依然还存在，也进行了升级，上方有着琴弦和音响，变成了乐器的造型。再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作用。泰坦音响从上次在时钟基地告别后，没想到再与泰坦监控相见已物是人非。泰坦监控清白不在，泰坦音响你将如何应对？此刻的泰坦音响紧握双拳，放开它，让我来！机械厕所见状，又来个不怕死的，纷纷转移了目标，同时向泰坦音响发起攻击。泰坦音响则是先启动 BGM， 然后上前对付机械厕所，上来就是720度转圈圈，激光扫射，然后单点射击。说明升级后的泰坦音响依然保留了升级前的攻击手段，除了武器上的爪刀外，它的武器依然存在光速攻击和炮弹攻击，且有2根管子。它先前2种攻击皆是用的下方的管子，不清楚上方的管子会不会有其他的攻击方式，亦或是单纯增加数量倍数，这点未来再看。它在战场中看起来步伐沉重，行动带有强烈的厚重感，估计是下调了机动性，增强了力量、防御和近战能力。它能影响徒手扒开机械厕所，让它聆听首发单曲，这摇滚的感觉不但使得这些机械厕所忘记了战斗，同时也穿透了我的屏幕，直达我的思维，这太好听了，请多来点儿。随着机械厕所被红光照耀，这不是电视光，是泰坦音响的核心冲击。这一击后 ，BGM 戛然而止，也完成了团灭。从这爆炸的效果看，威力可以说是质的飞跃，终于不是滋水攻击了。泰坦监控刚想点赞，但打不完了还。黑暗爆出，又一对一样的机械厕所出现。泰坦音响拦住泰坦监控，并表示欢迎大家来看我的音乐会。泰坦音响将后背的斧头拔了出来，同时架起开始弹奏。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只见随着泰坦音响的弹奏竟产生了音波。机械厕所听到后无法再前进一步，不得不沉浸其中，感受音乐的海洋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感觉！泰坦监控也忘我的随着音乐跳动。这一曲后，机械厕所仿佛想起了家中的泰来，很快就跑路了。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，与之前泰坦时钟首席老爷泰坦钻头一样 ，Drum Studio 也准备了泰坦音响的原声音乐，中间弹奏的地方也有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的旋律，大家可以自己听一听。听完后，泰坦监控竖起了大拇哥，好家伙，加特林和探头都被机械厕所干扭曲了。泰坦音响确认泰坦监控没事后，转头看向了泰坦时钟。对于泰坦音响来讲，他终于见到了活着的泰坦时钟。之前的几次都是躺着的，两人见面互相招手 ，Hey guy， 同时附上了点赞，干得不错 bro。随后红蓝组合再上征程，不过泰坦监控的飞行尾焰颜色变了，刚才还是红色的，或许是加了滤镜的原因，因为我看后面的机械厕所的颜色也更深了。泰坦时钟终究是错付了，独留一人，但有一点比较奇怪，看样子之前我们被误解了，这里应该不是主基地大本营，可能类似原作一样，只是主基地外的某个据点，这里可能是厕所囤放大量核弹的地方，所以他们还需要继续深入前往。那之前老登离开可能就不是调虎离山了，而是且战且退，慢慢消耗其输入需要的5个小时。现在泰坦影响归队，但泰坦始终又被迫离队。据之前的问答中说到，他不得不独撑领域，直到某单位进去清除掉里面的威胁为止。那短时间内他可能无法再加入战场，甚至还要提防厕所的不断骚扰。刚刚解决了一波，又来一波，所以不排除后面会接着来的可能。心疼泰坦时钟。此时铅笔飞机大军赶到，如果我们预测一样，在后面出现基本没起到作用。同时点度比也出现了，他独自出现在这里，可能与他的移动方式有关，比那些徒步走的要快一些。希望他不会因为独自行动被伏击哦。他一来就开始与泰坦时钟交流，泰坦时钟似乎通过某种方式告诉了点度比在山顶的经过，从点度比的口中可以得知他了解的情况，同时提到了其他时钟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那么这里就有另外的可能，如果不是某个单位的话，或许需要的是时钟人进去清除核弹，但目前表现的手表也无法免于泰坦时钟的时间暂停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先进的手表或是仪器来应对。假设不是的话，很难想到什么单位能在时钟人都没法的情况进去，所以说这很难猜测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接着点
点读笔又收到了某种信号，虽然不知道怎么做到的，但他就跟上级一样收到了。或许在未来才会解释他是通过什么收到的。他在收到信号后表示得先去某个地方，然后折返了回去。这应该又是一个伏笔。你觉得他会去哪呢？场景切换，从左上角的字幕可以看到这是12集，而这就是新增的秘密情节。来到了12集的时间以及后续，可以看到拍摄者面前5个人，应该是对应了12集的这个监控人。电视后方有个监控人是他，所以拍摄者是手持平板的这个。拍摄者向右转去，还能看到大楼被泰坦监控砸倒了产生的火焰。此时黑暗爆出，如我们12集解析一致，泰坦电神来了，且带走了泰坦时钟，并走之前表示了这是保密的。后续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泰坦时钟被带到了电视基地，随后泰坦电视开始为了泰坦时钟忙碌，直到25集才正式出场。与此同时，场景再度切换，一面就是一个铅笔被电击了，后续闯入这个房间的铅笔也相继遭到火焰燃烧，说明除了物理攻击他们的笔芯外，这种元素攻击也能消灭铅笔，可以将其打回原形。如果你看的细致，这里是基地3，在17集中最后的房间可以看到这个电击厕所就是躺在这里的，还有一地的铅笔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17集里满地有铅笔的原因。他们来过这了，铅笔并不是以单纯放置彩蛋的方式登场，而是以他们来过这里为铺垫留下的痕迹，厉害。这房间应该不是17集最后的房间，可能在更里面的位置。从这道门来看，通道是直接弯道的，而在17集那道门前是直道，所以场景不符。很难想象铅笔在第6集偷家，12集依然在偷家。我想他们依然还是通过点读笔画出的传送通道传进来的，所以单位较少且没有高端单位。2等手持 Skippy 的启示录在电脑前操作，一位变种厕所将一份文件给了电击厕所。从后面的镜头中可以看到，上面是17集中出现的摸摸厕所，并有着7排文字，不过我看不清。那应该就算是解释的启示录，就是研究这些惊悚成员，他们试图改造出更强大的单位来增强阵营实力，从而对付联盟。不得不说，他们这项研究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。从13集后续的10几集，联盟都在处理这个。此时一位厕所汇报情况，有人到访，是阿法，这不是复活，他的离去时间是30集，此时的时间是12集的时间。当时泰坦时钟还在瘫痪，所以是在泰坦时钟归来之前的。阿法此时到往基地3，上来就被3位变种厕所拦住，他对此表明了来意，声称自己不是厕所的敌人，而是联盟。他以共同敌人为由，希望厕所方能听从阿法的命令，并表示会将联盟全部消灭。很显然，厕所听到这个后，无疑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你谁啊？上来就要当我老板？于是变种厕所摩拳擦掌，准备试试阿法的水准。阿法见状，掏出了他的紫球，顿时紫色闪电从中爆裂而出，直接击倒了2个变种厕所。站着的变种厕所看到情况不妙，掏出对讲机直呼队友呢，队友呢。很快，从基地后方出现了预告中的厕所，长相与《电锯惊魂》中的玩偶比例类似，是惊悚成员无疑了。一上来就说着其中经典的台词。阿法没有将这玩意儿放在眼里，直接使用手中的法球划开了空间。很快，反泰坦出现了。这个能击杀所有泰坦的强力单位，在此时竟已经是可以出动的状态，也算是解释了反泰坦不是利用厕所制造的。那可能就有疑问了，既然在此刻就已经能出动了，怎么会等到29集才亮相呢？我猜测或许是阿法需要反泰坦来震慑厕所，从而让自己在厕所方快速掌控发言权。在33集中，我们得知了厕所有个指挥官，或许当时的他正处于升级之中，迫于暂时没有能对抗反泰坦的力量，而不得不让阿法替代，使其在这空档期来对付联盟。如果假设成立，只能说这一招厕所和阿法的相互利用拉满了。在29集中破防了的阿法出动反泰坦后，阿法同时需要面对2泰坦，再加上当时基托特启示录将要完成，指挥官07可能也已经醒来了。在29集描述中提到过，才刚刚开始，或许其中有这么个意思，厕所的实力渐渐变强，就不会再需要阿法了，这也就成为了厕所科学家当场反水的原因。但这仅为猜测。反泰坦出现后，这位惊悚厕所没坚持几下就匆匆下线了，并将其丢进了异空间。厕所见状，走出来的一个人是09，他开始与阿法交流，称其可能会有更简单的办法。阿法听后开怀大笑，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阿法拥有主人，且如果厕所保持臣服，他的主人都会将其收为奴隶。但09并不对这个感兴趣，只是表现出他似乎要调查阿法的主人。不清楚09
09在厕所间的地位，但肯定不低。他直呼这些变种厕所为恶心的东西，让其传话给09，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可能是要去调查，或许这将是一条线，二法的主人可能要浮现了。之前反泰坦虽败，但从中出现的蜘蛛已经埋下了伏笔。不过按这样秘密情节推出的规律来看，每次相隔10集20集，短时间内我们可能看不到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这便是本期的视频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皮斯曼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